这俩骨架放在一块儿，简直是极致的对比。欢迎收看今天踩雷个胶，看看是否能踩雷成功。万代平时多一个水贴就要加500日元，这一次加了600日元，但是里面多了新的盾牌和水贴，价格还是能接受。通贩是4003日元，这个限定的是4900。从通贩版本传承下来的一部分废件，该有的还是有。这款金恩真的是黄昏的倒霉蛋，谁让 CV 是教主呢，对吧？为了各位看得清楚，所以本次呢只是粘贴了盾牌上比较标志性的水贴，用了软化剂，但仍然会有一点翘边。不过印刷很清晰，也没有很大的白边。翻到盾牌的背面，得以看到错综复杂的盾牌框架，只能说教主的含金量还是有的，甚至还顺带做了一些表面的镂空分色。安装的方式倒是挺方便的，圆形的卡槽卡到手臂上就 OK 了。整个半径也比较大，所以呢不是很容易掉。如果有不熟悉 MG 金恩这款模型素质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看一下。外观上来说是跟 FM 比较像的，骨架虽然简陋，但好歹有骨架。裙甲以及小腿的侧面会有一些镂空分色，红色内衬的嵌套分色主要用于两肩、肩胛之下、背包的格栅以及小腿后方的喷气口。胸口驾驶舱的舱门可以打开，看到里面的米基尔艾曼小人。头盔可以向上摘除，通过站轴控制独眼监视器的朝向，配上2条泪痕还是挺帅的。曲肘可以摸到肩膀，屈膝的幅度也达到了180度。表背上方的盖板可以向上掀起，覆盖的表面下有简单的内衬。喷口可以调整朝向，脚掌为2段式。虽然说骨架比较简陋，但是暴露出来的部分能看到丰富的细节，只不过刻线多分色少，但这同时也是 C 的 MG 的特点嘛。下面是背包的接口，简单演示一下可动，带有一定的伪联动设计。小腿的侧面可以安装3连装的导弹发射器，导弹头和发射器以及背面的排气格栅均有刻画。发射器可以360度旋转，也可以抽出。将把手延伸出来之后呢，可以手持。在一边的肩胛上可以安装上3个弹夹，这个玩具幅度有点 AK 的特色了。而另外一边则是可以安装上重战刀。关于主武器重型突击步枪，其实握持不太方便。一方面是因为手心和手臂的连接这里的球装它不是完整的，可以看到右边这里是有一个平面的，所以这个后果呢是会脱出。而主武器侧面的枪管这里，难道是细节吗？算了，转过来就看不到了。而第二方面是因为手型的中央没有插槽和武器连接，只能靠手指上面的一些小的卡缝，这个显然是不够的。后裙甲上有一个接口可以翻开，平时不用的时候可以将步枪安置在后方。好了，以上基本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我觉得 MG 的通贩版本还是挺有性价比的，只是新规了一枚盾牌，再加换色，再加水贴，那在购买这款更加昂贵的 PB 限定之前，一定要考虑清楚。